普京使出一招阴险的离间计，川普也乐见其成，泽连斯基只能是痛失左膀右臂。面对二普有可能得逞的阴谋，欧洲会作何反应呢？远在亚洲的习近平接下来正要做什么准备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观点时事洞察，10月30号。昨天我们节目讲到，《华尔街日报》披露了一个大消息，那28条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私有化的一场交易，而真正得利的是老川的家族与密友。那这种事儿，他们也料想到了，一定会受到乌克兰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民众的抵触。现在他们早就想好了一个主意，那就是离间计。既然你泽连斯基和周围的人这么硬，那就开始搞臭你，在人格或者说贪腐上面下文章是最容易引起内部反应的。这招确实奏效了。根据新闻我们看到28号泽连斯基最大的助手总统办公厅主任叫伊尔马克递交辞职了。小泽在这样的国内外压力下没法保他，只能马上同意。关于这件事很多朋友不知道泽连斯基的这个助手他怎么就这么重要，像这个川普包括普京都想搞掉他，他们被视为28条最大的拦路虎，必须得把那个温和派换上来，把强硬派给他干掉。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角色。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不是字面上意义的总统办公室主任或者说是幕僚长，他实际上称之为这个2号人物。在这儿呢，是非常像中共现在掌权的中办主任蔡奇的。虽然说党内他排在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后面，他是排名第5。但大家都知道，他的权力是远远超过2号人物李强的，因为他管理什么呀？国安委、管理金融、管理港澳，你这些事儿总理都插不上话。同样如此，泽连斯基把几项重要的权力就交给了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包括什么呀？国防工业、直升机采购这种事儿交给他。第二呢，是外交系统、国防系统，再加上军工综合系统，还有对美的谈判，这些权力全部交给了伊尔马克。至于说总理更多的是关注财政和民生问题。这儿你就清楚，这个角色总统办公室好几个副主任外放到政府就担任了副总理。同样的，有好几位副总理到了伊尔马克的手下担任副主任，你就明白了，他实际上权力和总理相仿。另外，这个人为什么能够深得小泽的信任一个是10几年前他就认识，是生意上的伙伴，也是他的律师。更重要的是，伊尔马克这个人他是一个完美的工作狂。你看他50多岁了，没结婚，没孩子，没老婆，吃住就在办公室，每天勤奋的工作，和泽连斯基呢形影不离。你要是总统，你是不是也想要这样一个全能的助理？那好，我们知道他的角色就是强硬的。他曾经提到，我虽然离职了，因为你们搜查了我的公寓，事实上也没搜出来。今天我们就点出来，实际上美国和俄罗斯对于乌克兰政界的渗透一天都没停过。他们有2个部门渗透的比较广，那就是反腐部门，一个是检察官的办公室。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不太忠于泽连斯基的政客他们就喂料给这2个部门去查。咱们说句客观的话乌克兰有贪腐吗？他一定有。但是贪腐已经查出来的，原来能源办公室的确实有问题，应该严肃处理。
但目前28号他们调查了伊尔马克的住所啊，如果说查出东西来了，无论是现金、支票还是什么金银首饰，那早就报了。但这事儿过去2天了，你听到没有啊？没有，为什么还要让他辞职啊？是因为这个岗位和那些贪腐的官员啊，他是上下级关系，你只要有电话记录，你是扯不清的。所以说，俄罗斯或者美国的情报机构啊，应该给这2个反腐机构提供了一些便利支持，至少能够证明贪腐分子和这个总办主任有过电话密切的联系，这儿就够了。抹黑一个人啊，不一定是成屋子的现金，你和腐败分子过往从密啊，这本身就是问题。好，这件事儿到了这儿了。今天乌克兰的代表团换人了，和这个美方的代表，那就是国务卿这个卢比奥卢部长，另外一个人呢是川普的女婿。目前呢他没有任何的公职，但是他同样也意外的上了谈判桌。这个啊，明眼人大家都清楚，国务卿卢比奥啊，他是把这个交易进行合法化。因为一开始是绕开了中情局和国务院的，但现在啊，民众都反了。你这总统不能这么干啊，不能牺牲我们国家利益，至少你不能绕开国家安全团队和国务院团队。所以现在啊，卢比奥等于是回归，完成一个合法化，但28条或者削减后的差异不大。最后呢，双方对外讲我们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你要是相信这外交辞令呢，就没意义，实际上就没谈成什么事儿，说明目前泽连斯基啊没有后退。现在啊，咱们还在僵持阶段，那我们就来观察。第一个，欧盟啊反应相当大，无论是这个德法意澳啊这些强国都觉得你这个川普所代表的美国，你不像话呀！为了你家族和亲戚的利益，你居然承认了俄罗斯占领的领土的主权，你这不是把乌克兰包括欧洲的安全形势当交易了吗？所以现在啊，有一些根据《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也包括《大西洋月刊》今天的报道，他们可能要使出一个核弹级的，足以让川普哆嗦的一个办法，那就是可能会抛售美国国债。我统计了一下，虽然说欧盟本身不持有，但是欧盟成员国总共持有将近2万亿美金的美国国债。你想，主要是谁呢？是瑞士、英国德国，还有一些这个比利时、卢森堡这些国家合计家庭的呢2万亿。它的核弹效果就体现在，如果欧盟铁了心要报复、要抛，那结果啊，就是美债的收益率会直线上升。那这贝森特财政部长啊，就得找老川算账去。如果说美债崩了，那美国股市和美国房地产都得崩，甚至全球经济都可能会来一次休克。至于说能不能缓过来，那就另说了。当然了，这对于欧洲人来讲啊，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因为欧洲经济你也无法独善其身。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可能川普团队啊也看中了欧洲现在遇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无论是英国它的这个反对派，实际上就是保守派了，右翼啊，还有德国的右翼、法国的右翼，意大利本身就是右翼。你这种英法德意的4大火车头，你们本身在国内就受到了右翼的挑战，那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能不能使出这一招呢？如果真使出这一招，经济下行，这几个政客都有可能被选下去鼓励民粹的那些右翼那有可能就重新担任总理或者担任总统，所以说他们未必赌得起。那同样我们把视角放到亚洲，就是中国的习近平，他也在默默的一天不停的注视着这一切，实际上也在观察这件事的走向，无非是 A 和 B 的问题嘛。A
如果说小泽呀，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干脆啊，我也不值得为这个乌克兰民众再牺牲了。这几年的总统，谁愿意当谁当啊，我是不想再当了。那接下来的是合同签完了以后，他可以解脱，但是欧洲的安全形势啊，就会进一步的后退。因为前几期节目我们讲到，普京在视察部队时候说过，我们不光要占领乌东四州，还要继续前进。这个继续前进休整期也许只有1到3年的时间。那接下来他要不停的让自己的战略纵深一直往西移呀。那波罗的海3国呢？那波兰呢？罗马尼亚呢？还有芬兰、挪威这些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他第2批进攻的目标。说句极端的话，即使欧洲全信了俄罗斯了，他也不放心，他觉得这大西洋都必须遍布我的军事基地，你美国最好自废武功，最好加入俄罗斯。所以说普京的这种野心啊，他怎么可能有尽头呢？只有那些幼稚的人才觉得3、2年以后他就停了，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习近平来讲，如果说这招欧洲失手了，这种阴险的招数能够奏效，川普就是一个交易型的政客，那就妥了。等着他呢，在下台之前，这不还3年吗？那我也可以给你做一把交易啊，我买你的大豆，买你的那个次级的芯片，然后呢，我给你稀土供应足够你未来10年的。但是有一条，作为交易，我武统台湾的时候，你意思一下就行了啊，不要真干。你想，川普会不会动心呢？买这么多大豆，10年的这个芯片，甚至说给你家族在那个人民大会堂对面盖个川普大厦，我操，他极有可能动心的。那凭什么说连这种只有广东省 GDP 的俄罗斯他都能动心？那中国这么大，出手更大方，他就不动心呢？你川粉也说不过去啊，是吧？所以说老习也在盯这个进程。那话说回来了， B 方案可能对于全球人民啊是好事，那就是既然《华尔街日报》已经爆出来了，它尽到了媒体应尽的责任，《华尔街日报》好样的。那接下来啊，透露消息的冒险把那个视频给了媒体的人，也在观望美国民众，或者说美国的政治家，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你是否能够允许现任总统为了亲信的利益而丧失美国的国际公信力以及长远的国际信誉？看美国民众成为这个变量。第二，欧洲也是，这些觉醒的政治家能否说服自己的民众，我们啊，即使没有美国军事和情报的支援，欧洲能不能顶上？或者说把现在防卫自己领土的最好的导弹、远程武器、最先进的战斗机，能不能支援到乌克兰？不能光喊啊，也要给自己真金白银的要顶上去，愿不愿意做这个牺牲？所以这个方面，如果美国能够修正制约总统的权利啊，回归正轨，不允许牺牲别国的主权、割地、签订丧权辱国的协议，那欧洲也顶上去了。接下来啊，对于老习来说，算了啊，这家伙不能交易，咱老老实实还是过自己的日子，维持现状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你看，1、2个政客啊，他这种邪恶不能代表什么，也未必能够改变世界。真正能影响世界的，还是每一个民众手中的选票和他们的选择。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今天的军事节目《大卫军情局》讲到中共武装了一个激光武器燎原01，它的真实战斗力如何，一共生产了多少？您如感兴趣，关注大卫军情局这2个频道，咱每天都有更新，欢迎您打开小铃铛。明天第一时间咱们再会。